老三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借了俺家50斤棒子面就跑，你还是人吗？还有俺家的红薯干30斤，一口都没给俺剩。这大灾之年，还让俺们家活吗？别砸了，行不行？石头他爹跑了，又不是石头借的。滚一边去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赵老三跑了，他儿子还在，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。我没死，这是哪儿？这不是我的手，这个身体是谁？咱们真的不带上石头吗？带上他干嘛？本来就是咱们捡来干活的傻子，现在带着，是嫌粮食太多了吗？也是，这点粮食还不够咱家金宝吃的呢。爹娘，你们管他干什么？咱们这回借走的粮食可不少，最好把石头锁起来，别让他把咱们搬家的事情嚷嚷出去。爹娘，你们开门啊！我穿越了，还穿越成一个傻子。傻石头，你爹呢？好了，昨晚跑。好了，那俺家的粮食怎么办？你爹欠了全村300斤粮食，父债子偿，你给。我没粮食，那就把你卖了。镇上正招下矿的劳工，把你介绍过去，换5斤猪肉不成问题。你们别太过分，石头他本来就是个傻子，你们跟一个傻子要什么债？给我1个月时间，300斤粮食，我还。傻子说的话你们也信？他现在连自己都喂不饱，还想还300斤粮食？我现在不傻了，1个月还不上，你们把我卖到哪儿都行。哼，行，我们等着。1个月后拿不出粮食，别怪叔几个不客气。石头哥，你疯了！1个月你怎么还300斤粮食？今日晨至至4时，村北鹰嘴崖下方3里有野山鸡群出没，山珍价值2颗星。山珍定位系统？啥？狗剩，村北鹰嘴岩，你敢不敢跟我进山？进山？现在山里狼都饿疯了，你不要命了？你信不信我？信。反正我这条命也不值钱，死在山里跟饿死在破庙里有啥区别？走。石头哥，你到底要去哪儿？这都爬了半个时辰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往左，马上就到了。啥也没有啊！我就说你疯了，这地方连个野菜都不……嘘。中了！抓到了，石头哥，咱们抓到一只山鸡。别喊，还有2只，跑那边草丛里了。3只，石头哥，3只。1只少说2斤多，镇上9楼收野山鸡，1斤换5斤粗粮。3、6、18，不对，3只6斤多，那不就是30多斤粮食？足够了，可以先还上一部分。石头哥，你真的不傻了？走，下山，趁天没黑赶去镇上。石头哥，咱是不是该吆喝？这山鸡鹰嘴崖那边的？是，今晚刚打的。肉质紧实，吃松子长大的，比家养的值钱。你卖多少？您出价。 1斤换4斤棒子面。掌柜的，这山鸡喂的是松子，喝的是山泉，镇上9楼炖汤用的就是这种。1斤换5斤棒子面，不还价。你小子不傻啊？行，我姓周，九铁药铺的掌柜，这3只鸡我全收了。这棒子面可真沉，石头哥。
再这样下去，咱们是不是很快就能还清欠债了？还清欠债，我要的可不止这些。石头哥，这棒子面够咱们吃多久？省着吃，够半个月。那剩下的200多斤粮食怎么办？明日卯时至辰时，村南乱石坡西侧灌木丛有野兔群出没，山珍价值2颗星。明日午时较未时，乱石坡东侧断崖下方有野生黄芪聚集，药材价值3颗星。狗剩，明天咱们再出门一趟。还去？今天差点摔死我！明天去乱石坡，有野兔，还有药材。行，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哟，傻子回来了，手里拿的啥？棒子面，债的。先还我的！赵老三欠我家最多80斤。先来后到，我先还借的最少的，一家家还。石头说的对，俺家借了15斤，先还俺。你说什么？王麻子，你借了多少？80斤。你家有余粮，借出80斤，还差这半袋面。我先还他俩的，他们家里孩子多。你的80斤，我最后还。你再说一遍！我说，你的80斤，我最后还。行，有种！1个月后拿不出粮食，我打得你走不了路。石头哥，你刚才不怕他打你？他不敢。为啥？因为我欠他的80斤还没还。我要是受伤，谁还账？石头哥，你说这山里的野鸡野兔够咱们抓多久？山大了，抓不完。问题是抓的比别人多。乱石坡的野兔谁都认识，崖底的黄芪村里没人认识。石头哥，你咋知道崖底有药材？做梦梦到的。啥梦这么准？狗剩，我明天分你2成。还有今天3只山鸡换了30多斤面，该给你6斤。6斤？不行不行，我就帮你提了提山鸡，哪能拿这么多？你为了抓鸡差点摔死，值这个价。石头哥，你知道不？我爹娘死了以后，你是第一个分我粮食的人。以后每趟都有你1份，我赚多少，你分2成。石头哥，以后你让我往东，我不往西，这辈子我就跟着你了。石头哥，这兔子跑得快，咱咋抓？咱们用套索，兔子踩进套里，越挣扎就会越紧。走，去崖底。黄芪、根入药治气虚，镇上药铺收，1斤干货能换10斤粮食，至少5斤鲜货，晒干能出2斤，可以换20斤粮食。加上兔子，今天又是几十斤。紧急预警！西北方向3里处有人受伤，呼救！好家伙，有人受伤也有提示，只要在山里就算山珍是吗？有人受伤了。啥？那边有人出事了，跟我走。石头哥，这深山老林的哪有人？有人吗？救命！腿断了，大力踩空了，跪下来的，在这躺了1夜。狗剩，砍2根直树枝。你是山下村里的？没错，待会儿别说话，接骨的时候可疼了。你会接骨？暂时固定了，得赶紧送下山，拖久了这条腿就废了。你叫什么？赵石头。赵石头，我叫沈怀安，省城沈家的。省城？狗剩，你背前半段，后半段我背。换我。
赵兄弟，你明明自己都吃不饱，为什么要救我？碰上了，就因为这？不然呢？我还能眼睁睁看你等死？石头，你怎么背了个城里人？受伤了，陈大叔，帮把手。腿折了，不过接的还行。谁接的？我接的。这傻石头怎么感觉跟之前不一样呢？二少爷，拿着，到省城沈家随便哪个铺子，凭这块牌子，要粮要钱随便。我救你不是图这个，我知道，所以才更要给你。拿着，等我腿好了，亲自来接你。省城有的是好东西，你窝在这山沟里可惜了。那是沈家的少爷，沈家，省城开钱庄的那个沈家。你这黄旗是在乱石坡崖底挖的？是。那个地方村里没人知道，我打了一辈子猎，崖底那片黄旗也是前年才碰巧发现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陈大叔，你腿脚不好，打猎进不了深山了吧？老头子饿不死，跟我搭伙吧。我知道山里哪有好东西，你有打猎的手艺，咱们合起来，赚的粮食分你一份。你不是傻石头，傻石头我从小看到大，那孩子连自己吃饭用哪只手都记不住。你不是他。我确实不是以前那个傻子了，至于为什么，说了你也不信。我信不信不重要，能让我吃饱饭的就是好人。我同意搭伙。野猪至少200斤，昨晚过的。野猪，那玩意儿会蛊死人的。咱们不追野猪，得往左。山坳枯松树下有野生茯苓聚集，药材价值4颗星。这地方有茯苓，看着土，鼓起来的。这是啥？看着像石头，不是石头，是茯苓。这么大一块，至少3年了。这一篓子茯苓晒干了卖给周掌柜，能换100斤粮食不止。100斤！右侧密林中有野山羊踪迹，山珍价值3颗星。陈大叔，右边密林里有羊。你们2个从左边绕，我从正面过去。到手了。大叔你也太猛了！这下发了！好家伙，这羊少说得有8、90斤，那不是傻石头吗？他怎么打到的？石头，快进来！野生茯苓，品相这么好，至少3年生。你不是说有野兔吗？怎么还有这个？碰上的。这块最大的我出30斤面，剩下的小块加在一起算40斤，总共70斤棒子面。羊你打算怎么卖？您有门路吗？这羊是黑松林那边的吧？吃柏树籽儿长大的，肉不膻，味道极其鲜美。我出20元，或者换150斤白面，你自己选。我换白面。痛快！以后有这种货，直接送百味楼，只要品质好，价钱不是问题。拿着，以后到县城直接找我。百味楼1天用的野味比你1个月打的还多，不怕吃不下，就怕你送来的不够多。石头哥，咱们现在有粮了，好多粮。明天先把周沈家的15斤还了，再还李大爷家的20斤，剩下的留一部分自己吃，拿一部分去镇上换盐和油。石头，我就问一句，山里那些东西
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说了，我天生的，你们信吗？天生的？天生了啥？就是能看到山里有啥，哪里有人参，哪里有野猪，哪里有矿石。听不懂，但是你说山里有啥就有啥。我不管你是神仙还是妖怪，反正你能让我吃饱饭。我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这种事儿，但我也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一个人从傻子变成这样。不管你是啥，你给村里人还粮，你救了沈家少爷，你没亏待狗剩，也没亏待我，这就够了。明天咱们去南边青石沟。青石沟？那地方熊瞎子多，猎户都不敢去。那有五惠子，药材价值极高，还有一窝野山蜂，蜂蜜更值钱。行，我去磨刀。五味子，这玩意儿治咳喘，城里药铺抢着要。这一面石壁，少说能摘100来斤。石头哥，蜜蜂窝在哪儿？天黑再去，到时候绑上艾草烟熏，蜜蜂不蜇人。有东西过来了，是大东西。我这枪打兔子还行，打熊跟挠痒一样。你们俩慢慢往后退。有用，再撒一把。我以为要死了。黑瞎子怕辣椒，这事儿连我都不知道。我小时候听人说过，试试看。去蜂蜜吧，天黑了好办事。这一罐子蜂蜜，城里能换不少钱啊！明天去镇上，顺便把五味子给周掌柜，蜂蜜看看能不能让孙东家帮忙卖掉。恭喜完成4星药材采集，累计山珍价值达标，解锁新功能地图标记，可在地图上同时查询3个山珍位置。3个位置，那以后进一趟山能收3样东西。石头哥，快点，磨蹭啥呢？这是第几趟了？石头这半个月拉回来的粮食比咱们1年种的还多。他那傻子病好了，怎么突然这么能耐？你们还真信？一个傻子半个月打这么多东西，肯定是偷的！放屁！每一只山鸡，每一根药材都是我们亲手从山上弄回来的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偷了？那你说他怎么知道山里有啥？他又不是神仙。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欠的粮食都还了。周婶家的15斤，李大爷家的20斤，张叔家的30斤，全都还了。现在还差你们几家的。王麻子，你家的80斤，我下趟回来还。这怎么可能？小本子还我，3天后，你的80斤我送到你门口。这条路是采药人走的，再往上翻过这道岭就是英泽县。老辈人说那地方有野山参，但没人敢去，路太险。英泽县北坡野生天麻聚集，药材价值4颗星。英泽县谷底有野鹿群出没，山珍价值3颗星。英泽县崖壁有野生石斛，药材价值5颗星。陈大叔，英左间的崖壁上是不是长着石斛？你怎么知道？
那地方的石斛，我年轻时见过一次，跟黄金一个价，但崖壁太陡，没人敢上去采。别人不敢，我敢。咱们马上就去。石头哥，这掉下来就是肉饼，咱能不能不上去？天麻和陆群的你们去弄，石斛我自己上去。这绳子承重200斤没问题，你把绳子绑在腰上，我从下面拽着，你踩滑了我能拉住。加把劲儿，稳住！小心，那片岩石松了。别松手，坚持住，收腿找支点。石头哥，刚才你可吓死我了！这是铁皮石斛，在省城药铺都是稀罕物，一株能换1头牛。苗母路，公路肉太柴，卖不出好价钱。这一趟够把所有债都还清了。周叔，我爹让我来对一下这个月的账。石头，你又带什么好东西了？铁皮石斛，品相这么好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山上采的。铁皮石斛，鹰灶县的，只有那地方的石斛才有这个气味。你懂药材？我家里开药材行的。你这石斛至少8年生，省城药铺一根能卖到30元到40元。石头，这是苏家的千金苏小荷。苏家是县城最大的药材商，他爹苏老爷眼光比我毒10倍。这8株石斛你卖不卖？我出35元一株。35块钱一株，那8株就是280块钱，一只山羊才卖20块啊！卖。但我还有其他好东西，您收吗？好啊，我倒是挺好奇你都打到什么了。这天麻质地坚实，端面明亮，是上品。你们挖的时候没有伤到表皮，手法很专业。你学过多长时间采药？没学过。没学过能采到这个水平？这株铁皮石斛连根须都没断，老药师都未必能做到。那我运气好。行吧，你不愿意多说，我也不问。鹿茸我收了，天麻也全收，石斛我出每株35块钱，总共算下来，连鹿带药材凑个整，一共给你400元。成交。以后你的货直接送苏家药材行。我爹说过，能采到英哲西石斛的人，全天下也没几个。王麻子，80斤粮食，按现在的粮价折10块钱给你。石头，你真的把债全还了？各位叔伯婶子，赵老三欠你们的粮食，我一个子儿不差全还了。从今天起，我跟赵老三家没有关系。以后谁要是再拿他们欠的债来找我，别怪我翻脸！加上之前剩的，石头哥，咱们快有500块钱了。狗剩，你觉得现在咱们算有钱吗？这还不叫有钱？那什么叫有钱？算是有钱了，但离发财还远。做好准备，哥带你去干票大的。累计山珍价值突破2000元，解锁全新功能珍稀资源预警，
可提前3天获知高价值山珍出现位置。明日预警，村西30里青牛岭上将有野生灵芝现实，药材价值5星。5星？石头，你刚刚说啥子？咱们明天去青牛岭，那里有灵芝。青牛岭，石头，你知不知道那地方是马三刀的地盘？他是黑风岭的土匪头子，任何人踏进青牛岭都得给他交过路钱，不交的打断腿扔下山。不交，咱们绕路不行吗？没有别的路，青牛岭3面悬崖，只有一条山道上去。马三刀在山道口设了卡，没办法，那就先拜山头吧。走。听说最近山底下出了个能人，傻子变聪明了，半个月还清了300斤粮食。就是你？是我。那你今天来找我是来交过路费的？我想去青牛岭，东西我不能分给你，但可以跟你做笔生意。什么生意？我能找到山里的好东西，你的人找不到的，我能找到。以后每个月我给你送一批货，野味10只，药材5斤，换你手下的人不拦我的路。1个月10只野味5斤药材，你当我黑风岭是收破烂的？那就再加一头鹿。三爷，这小子口气不小。有意思。行，头1个月的货明天送来。要是骗我，我把你吊在青牛岭上喂狼。成交。那我今天可以进青牛岭了。放行，我倒要看看你非要进青牛岭来找的东西值不值一头鹿。石头哥，咱们每个月给马三刀送那么多东西，亏不亏？不亏。青牛岭一个山头的好东西，值10个10只野味。他把路让开了，整个山的资源都是咱们的。狗剩儿，你石头哥算的是大账，心里门清着呢。我去，赤灵芝，这么大的赤灵芝，我打了一辈子猎，只在老辈人嘴里听说过。这株灵芝拿去省城卖，值多少钱？不知道，但够咱们换几头牛加几匹骡子了。有了这东西，哪怕再给马三刀交几个月保护费也值了。咱们要是把这灵芝卖了，是不是就算是发财了？不卖。为啥？至少现在不卖。马三刀要是知道咱们采了这么大的灵芝，就不是每月10只野味的事了，他会直接抢。石头说的对，灵芝先藏起来，等咱们跟马三刀的关系稳了，或者找到比他更硬的后台，再拿出来。张兄弟，我腿好的差不多了，下月初8，省城沈家办谢恩宴，我爹点名要请你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不来就是不给我面子。我一定按时赴约。好，对了，我表妹苏小荷说在你那儿买了石斛，她跟我念叨了好几天，说你采的石斛比她爹采的都好。哈哈。那丫头眼光高得很，能夸人不容易。石头哥，苏小姐是不是看上你了？闭嘴，可别胡说。这次系统给了3个标记，2星的夜兔群，3星的野蜂巢，还新增了一种3星的矿石。这不就是铁矿石吗？还真是，这地方的铁矿要是咱们能承包下来，那可比打猎值钱多了。铁矿太大，咱们搬不动，但可以记住位置。
各位，今天这顿酒是答谢淮安的救命恩人赵石头赵兄弟，要不是他，我儿子就折在山里了。碰上的不算什么。一个泥腿子碰运气救了沈少爷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说他是泥腿子，那我问问你，你家里有人能攀上鹰蛇炭的崖壁采石斛吗？他采的8株铁皮石斛，我亲眼验的，株株完整，根须无损。我爹说，整个省城能做到这个的药师不超过3个。他要是泥腿子，那你连泥腿子都不如。没想到这姑娘还挺讲义气。赵兄弟，你在村里窝着太可惜了，干脆搬到省城来，我让我爹给你安排工作。我在山里还有事，什么事比到省城发展重要？山里的东西比省城的钱值钱。你是说山里还有比石斛更值钱的东西？有，但现在不能拿出来。因为马三刀。这你都知道？我又不是大门不出、二门不迈的深闺小姐，有些事情还是多多少少要知道一点的。能比石斛更值钱的东西，可一定要藏好了。马三刀能当山匪，自然不会是什么好人。他与你的约定绝不可信，千万小心。那就多谢苏小姐提醒了。太客气了，叫我的名字便可。石头兄弟以后发达了，可不要忘了我呀。一定。石头哥，省城啥样？是不是到处都是金子？金子咱可没见着，不过到处都是看不起你的人。陈大叔，你知道这株灵芝在省城能卖多少钱吗？多少？今晚我在沈家的宴席上旁敲侧击问了一下，省城最大的药铺，一株品相完好的野生赤灵芝，500块钱起步。500块？那还只是普通的野生灵芝，要是咱们这株灵芝卖出去，以它的品相，价格不得翻番啊！但卖出去就得出名，出了名，马三刀就会知道，知道了就会来抢，所以灵芝暂时不能卖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先攒够了能一次掀翻马三刀的东西，再出手。明日卯时，村北30里仙人洞中有异象出现，洞内有水晶矿脉，矿石价值未知。未知是什么意思？明天去仙人洞。仙人洞，那地方闹鬼，30年前进去过3个人，只出来1个，还疯疯癫癫的，连句人话都说不出来。怕什么？要是真有鬼，正好瞧瞧长什么样子。陈大叔，你念叨啥呢？给洞里那位赔个不是，路过宝地，多有打扰。这水晶，这是水晶啊！这水晶品相太好了，纯度这么高，可以做眼镜片、做望远镜、做首饰，现成的玉石铺子收。别急，这些水晶长了几千年才长这么大，乱敲就碎了，得用铁凿顺着纹路敲。有人来了。我就说这傻子肯定有秘密。赵石头，手里拿的什么？甘草，捡来烧火。哼，你干什么？
狗剩！老麻子，你敢动我的人？我就是看看烛龙，又不是抢。滚！再不滚，我这一枪打出去，就算打不死人，也打你个满脸铁砂。走吧，我看这老头子真敢开枪。赵石头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去找马三爷，看看他知不知道你在仙人洞里捞了好东西。石头哥，那王麻子要是真去告密，马三刀肯定来抢。那就在他来之前，把水晶换成钱。方师傅给你带了个好东西。这是天然水晶，不是河里淘的鹅卵石那种，是矿脉里长出来的。这根最粗的，能磨出一对上好的水晶镜片。即便是碎的，做首饰项链也是一绝。你有多少？先卖3根，后面还有。3根，品相各有不同。这根最大的我出200块，2根小的各80块，总共360块钱。好疼！我这真的不是做梦，3根水晶卖300多块钱。成交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你说，永远别问从哪儿来的。我做玉石生意40年，规矩我懂。好东西不问来路，只问真假。石头，这36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，你打算怎么花？先买2头骡子，再买些干粮和工具，剩下的给马三刀准备1个月的货。石头，你跟周叔说实话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知道。你一个村里出来的，半个月还了300斤粮食，采到铁皮石斛，挖到水晶，再过半个月，你是不是要挖到金矿了？我懂了，周叔。我还要买一把猎枪，最好的那种。你是怕王麻子，还是怕马三刀？都不是，我是怕他们碰我的人，怕你们再受伤。鹿肉不错，但你上个月欠我的货拖了5天。仙人洞那边路不好走，多花了几天时间。仙人洞？听说你在那洞里淘了水晶？几根碎石头罢了，不值钱。碎石头！玉元斋的方师傅可说你卖了360块钱，这得是多大一笔钱啊！我说是碎石头就是碎石头。马三爷，你答应过不拦我的路，现在我按时交货，你也要守规矩。你小子有种！行，我守规矩，但有个条件，下次你要是再找到什么好东西，分我2成。就1成，多的没有。长本事了，居然敢跟我讨价还价！我每个月给你送野味药材，你的弟兄们不用出去抢就能吃上肉，这买卖你亏吗？1成的收益，还是额外的。好，1成就1成，但你要是敢藏私，一定让你从这个山头滚到山脚。老张头，铁柱，我有言在先，在外面一切听我指挥，不能擅自行动。谁要是觉得自己做不到，现在就可以回去了。俺们都是村里饿得活不下去的庄稼汉，你给俺们一口饭吃，俺们就跟着你干。是啊，别的不说，就冲那口吃的，俺肯定听话。放心，只要你们肯安心跟着我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吃亏的。野蜂巢山珍价值2星，野生木耳山珍价值2星。还有一处3星标的，珍稀矿物的标记是什么？右侧山洞内有天然硫磺矿，矿石价值3星。警告：硫磺易易燃，
采集需远离火源。右边有个山洞，里面有硫磺。硫磺，那可是配火药的东西。老张叔、小三子，你们去左边收野蜂巢。哎，好嘞，得嘞。记住用艾草裙，别被蛰了。狗剩跟陈大叔，跟我去山洞。还真是硫磺，这东西县城药铺也收，治疥查的，但更大的用处是配火药。咱们少挖点，够卖就行。警告：前方3里有人埋伏。前面有人，还不是什么好人。老张叔，图片3，你们2个绕后。陈大叔跟我走正面，狗剩，你在这等着，看到不对就跑。回去告诉王麻子，下次再埋伏回去，打的不是树枝，是你的脑袋。石头哥，你怎么知道前面有埋伏？耳朵听到的。走吧，咱们下山。这套蜂蜜卖了10块，硫磺15块钱，木耳8块钱，扣掉篓子和干粮的钱，净赚22块。陈大叔拿5块，老张叔和铁柱各拿3块，狗剩拿4块，剩下的归我。石头，我1个月也攒不上这么多钱，这太多了。拿着，以后每一趟都有，但是规矩得说好。山里的事，下山以后1个字都不许往外说，谁说出去，谁以后就别来了。石头哥，你放心，我铁柱要是往外说半个字，天打雷劈。赵石头，你今天打了老子的人，赔钱！没有500块，谁也别想走。你的人先埋伏我，我只是让他们回去给你带个话。少废话，拿500块钱出来！我知道你那个山洞里抛了水晶，卖了不少钱。钱我有，但你拿不走。你说什么？你动我的东西，马三刀会找你。我跟马三爷有1成利润分成的约定，你抢了我，就是抢了马三爷。你少拿马三刀压我，我跟他井水不犯河水。可你现在犯的是我就代表马三刀的利益。我数到3，你离开这儿。1、2、3。你砍完以后，马三刀肯定让你活不到第3天。走！石头哥，你刚才怎么不躲？他要是真砍下来呢？他不会。为啥？因为他只是恶，不是疯，想下死手没这个胆量，又缺乏孤注一掷的勇气，这种货色不值一提。石头，王麻子这次没得手，下次肯定还会来。他不敢动你，但他能动狗星，能动老张和铁柱。我知道。那就不能等他先动手。明天我去省城，找沈淮安借几个护院。护院不用打仗，就是往村口一站，谁都知道赵石头背后有沈家。那王麻子就不敢动咱们了。他还不够格，我怕的是马三刀。马三刀没动你，是因为你还有用。等你没用的时候，他就……所以在没用之前，我要让自己变得有用。不光是对马三刀有用，是对省城那帮人有用。别急，赵石头，我问你，你借护院是为了防谁？村匪、山贼。你一个收山货的，
惹上山贼了？没惹，他们觉得我挡了他们的路。你知道我沈家做生意最怕的是什么吗？土匪山贼。聪明，因为他们做事没有规矩，无法无天，还贪婪成性。想要解决他们，你得找和你有共同利益的人。请沈老爷教我。黑风岭的马三刀抢过我沈家的货车，车上的3个人全死了。所以你说要防山贼，我不光借你护院，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个人。县衙新调来的治安队长，姓冯，他跟马三刀有仇。什么仇？货车上死的那3个人，其中一个是他爹。说出姓名，干什么来了？那不是沈家的护院吗？怎么站咱村口了？听说是石头请来的，沈家好像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。怎么怂了？之前不是挺能耐的吗？哼，我呸！沈家这条路走对了，但你得知道，护院不能跟你一辈子。不用一辈子，够我短时间站稳脚跟就行。恭喜累计山珍价值突破3000元，解锁全新功能地形扫描，可查看以自身为中心半径5里的详细地形图。 5个问号，这山里还藏着多少我不知道的东西？陈大叔，明天咱们换一条路进山，不走兽道，走水路。知道哥，这水路比兽道难走多了，鞋都灌满了水，咱们为什么非要从这里走啊？这难走，所以没人走，没人走过的地方，才有好东西。发现隐藏洞穴，洞内有未知矿石，价值评估中。找到了，这不是铁，那是啥？好像是银。我没听错吧？难道是银矿？还不能确定，但大概率是银矿。品位不高，但储量不小。这片矿脉少说能炼出几百两银子。石头哥，咱们是不是发财了？是，但发这个财会死人，咱们现在还没这个本事。石头说的对，银矿要是传出去，马三刀第一个来抢，然后是县里的人，然后是省城的大户，最后谁都拿不着，死的全是咱们这些挖矿。没错，所以现在不能挖。不挖，不挖。这个洞穴的位置只有咱们3个知道，银矿不会跑。等咱们有了能守住它的实力，再来拿。狗生，陈大叔，今天的事烂在心里，谁问都不能说，做梦说梦话都不行。我睡觉不说梦话。泄露出去，咱们3个是或非夫。石头，我这辈子见过不少矿石，你这个10乘10是银矿。我明白了，咱们守着宝山总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你打算什么时候挖矿？给叔交个实底儿。等3件事办成：第一，把马三刀按住，让他不敢动我；第二，在县里有个能说话的人；第三，找个能合法开矿的门路。3件事不全，不开矿。这3件事儿，每一件都不简单啊！不简单也得办。一旦办成，这泼天的富贵就来了。
你就是沈老爷说的那个赵石头，傻子变聪明了。是我。沈老爷说你惹了马三刀，你怎么惹的？没惹，只是在他的地盘上打猎，按月给他交保护费。交保护费给一个杀了我爹的土匪？你现在在我面前说这个，不怕我抓你？我交保护费是为了活着，你抓了我，马三刀多活1天，留着我，我有办法让你抓到他。什么办法？马三刀每个月跟我要货，下个月初5，我来送货的时候，他的寨门会打开。寨门打开的时候，我带你混进去。带我混进去有什么用？黑风岭寨子易守难攻，10几个人守着寨门，一队治安队的人也打不进去。不用的，我进寨子以后会给马三刀灌酒，等他睡着，寨子里的人没人指挥，就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到时候是死是活，还不是全凭人意。灌酒，这真的有效吗？山里采的曼陀罗花酿的酒，喝了睡1天1夜，醒了之后头晕2天。你知道我追马三刀追了多少年吗？不知道。11年，我爹死后11年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抓不到他？没人敢带路。你是第一个敢来县衙跟我说这个的人。行，下个月初5，我等你，不要让我失望。石头，今天怎么晚了？多带了些酒，给三爷赔罪的。兄弟们也有份儿。上个月拖了5天，心里过意不去。好酒，三爷肯定高兴。进去吧。今天的货比上个月多了2只野兔，还有酒。上个月拖了5天，赔罪的。这酒不错，哪儿买的？镇上张家酒铺。这酒劲儿大。里面都醉倒了，恭喜冯队长兵不血刃，拿下匪首。小子，是个人才，我记住你了。冯队，得押回去审，按律法来。赵石头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老天爷，马三刀被抓了！谁干的？以后不用担心这杂碎出来报复你，他的罪孽太重，法律不会放过他的。王麻子，你欠我的还清了。啥？你带人堵我庙门的事儿翻篇了，但你以后要是再欺负村里人，小心我收拾你。不敢了。各位叔伯婶子，从明天起，我进山需要人手，不要求会打猎，有力气就行。工钱1天1斤白面，管2顿饭。愿意来的，明天早上村口集合，我把人名都记在本子上。今天的活不危险，是去仙人洞那边的山上挖药材。陈大叔带队，他会教你们认哪种是药材，哪种是野草。石头，女人也能去？能。挖药材需要细心，女人比男人干得好。工钱一样，1天1斤白面。谢谢石头，
我男人死得早，家里的孩子已经半年没吃过一顿饱饭了。李婶，你不必这样，只要肯干活，分你粮食是应该的。还有你们也听着，我不是什么压榨你们的土匪地主，只要你们认真工作，就一定会有回报。大家共同监督，我赵石头说到做到。累计山珍价值突破5000元，解锁全新功能环境感知，可探测半径1里内的活体生物位置与大小。太好了，这样一来，效率就快多了。红的代表危险动物，绿的代表可以狩猎的猎物，黄的代表无害。李婶儿，你身后3步有只獾子，不咬人，但会抢你楼里的药材。石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恰好看见罢了。扣除工资和骡车费，这趟净赚120块。按照现在这个速度，1个月能攒500块。500块在村里是天文数字，但放在县城的行市里压根儿不够看。我知道，所以要找一个大货。5星山珍预警，3日后酉时，神仙岭云雾峰顶将有野生参王现世，此参约100年琛龄，价值无法评估。警告：参王现世时伴有异象，会吸引各方势力关注，采集需谨慎。价值无法估算，那得有多珍贵？3天后，神仙岭云雾峰，我必须去。那地方比鹰卓涧还高，山顶常年云雾，上去过的人全死在山上了。哥，那里有啥呀？你非得去？参王，是参王。3天后，顶部云雾会散，只有2个小时的窗口，错过就得再等1年。石头哥，就你一个人去？人多没用，崖壁只能一个人攀。你和陈大叔在山腰接应我。天道系统已激活，前路未知，小心为上。就是这儿，你们在这儿等。如果1个时辰我没下来，就下山。他上去还有一半的活路，你跟上去就是拖累，到时候2个人一起死。陈大叔教的规矩，采森要先用红绳系住身体，免得人参跑了。这可是个耐心活，一根须子都不能断。8两不止，至少1斤。这可是有价无市的好东西。石头哥，你终于下来了，可急死我了！正宗的野山参，还是个参王，参龄至少80年。这种品相的参，我只在年轻时候听人说过，说京城药铺收过一次。卖了多少钱？这种有价无市的东西卖钱，当时卖的是黄金，足足卖了120两黄金。先下山，这颗参不是拿来卖的。不卖？那你要干什么？
送礼，送给能给咱们开矿路条的人。我说石头，你不是来借护院的吧？我想问您一件事：如果在青牛岭附近发现矿脉，要拿到开采凭条，需要经过谁的手？当然是县长，但县长上面还有书记，书记上面还有省城矿务局。一张凭条，没有1年半载拿不下来。如果拿这个参网去拜会矿务局的作办呢？矿务局作办姓许，这张名帖给你，但光有身王不够，还得有靠山。我沈家虽然在省城有人脉，但矿物这一块不是我家的地盘。爹，表妹苏家呢？苏家是药材商，跟许作办家里有生意往来。苏家倒也是个路子。赵石头，找令尊，你怎么来县城了？有笔生意想和他老人家谈。你就是采石湖那个赵石头，小何念叨了好几次。爹，这是神仙岭的身王。正是，真灵至少80年，纹路细密，根须完整。这一孤身放进京城药行，不知多少达官显贵抢着要。我不卖，我想请您帮忙，用这株参，在许作办那里换一张开矿凭条。你发现矿了？银矿。你要用价值100两黄金的参换一张不知能不能批下来的凭条，你图什么？图合法的名分。有了凭条，矿就是我的，不是土匪的，也不是贪官的。许作办那边我可以帮你牵线，但你得带上沈家的名帖。苏老爷，你带来的这位年轻人挺有意思啊。是交个朋友。赵石头发现了一条矿脉，想走正规手续申请开采凭条。这株参王是他送给许大人的。矿在哪儿？青牛岭附近。什么矿？银矿，品位不高，但储量不小。你知道省城有多少人在等着矿务局的凭条吗？17条申请，最早的等了3年，你凭什么觉得你能插队？凭2条。第一，马三刀是我帮着拿下的，我有功劳。第二，青牛岭的银矿如果不开，迟早被别的土匪占了，到时候受灾的是百姓。你先回去，凭条的事，我要核实你的矿脉报告，1个月后给你答复。多谢许大人。许作办说1个月，实际至少3个月。那边要先派人核实矿脉，再层层上报。这3个月里，你得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把青牛岭守好，别让别人发现你的矿。马三刀倒了，但还会有别的土匪想占他的地盘。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那些土匪越雷池一步。山背面有危险靠近，大概率是老虎。让所有人下山，今天停工。这系统比10个暗哨都好用，还好发现的早，没有人受伤。石头，你最近动静太大了，先是帮官府抓了马三刀，又去了省城。我跟你交个底，你得罪人了。谁？张百万。省城张家是开矿起家的，青牛岭那片山脉他们盯了10年，你插进去了，等于从张家嘴里抢食。张百万我听说过，
他在省城矿务局里有人，之前好几条矿脉都是他拿下的。所以许作办迟迟不批你的凭条，未必是手续问题，很可能是张家从中作梗。知道了。孙东家，帮我约一下张百万，就说青牛岭的发现人想跟他谈一谈。听说你就是那个帮官府抓了马三刀的傻子，你现在来找我是要把矿让给我？不是让，是合作。青牛岭的山脉绵延30里，我的矿只是其中一小段。张家想要的应该是整片山脉的采矿权吧？我的矿脉加上你的人脉，30里山脉的采矿权，你张百万难道拿不下吗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把我的矿脉勘探图纸给你，上面标注了3条可能的矿脉走向，凭这个，你在矿谷局能拿到的就不是一段，是整片。你图什么？3成干股，你的公司占7成，我占3成，不参与经营，但每年分红。另外，你帮我催一下许作办，我的凭条卡了2个月了。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！一个采药的泥腿子跑来跟我谈干股，你知道整个省城有几个人敢跟我这么说话吗？不知道。但我知道整片青牛岭山脉，只有我有完整的勘探图纸。3条银矿脉，2条铁矿脉，还有这些，这图纸哪儿来的？我画的。3个月，我走遍了青牛岭每一座山头。3成太高，1成，2成，外加一张矿务局正式批文，月底之前成交。果然老奸巨猾，还真是个小狐狸。赵石头，你的凭条批了，但有一条，矿上出了任何事，你赵石头自己担，我们不管善后。明白。走吧，矿区的事儿到我府上细谈。这3条银矿脉，我先开第1条，人手我出，设备我买，你负责技术哪块石头有矿，哪块没有，全靠你那双眼睛。你就是那个傻子？不傻呀。世杰，叫赵叔。他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叫什么叔？爹，你把2成干股给一个采药的，外面人都在笑话咱们张家。那就让外面人等着看，看看他们笑话的矿能不能开出银来。这条矿我叫人探过，探了3尺深就全是废石头。你凭什么说底下有矿？因为你探偏了，往左20步再往下挖，5尺深就有矿脉。张少爷，往左20步挖下去5尺，全是矿。赵老板说的位置一寸不差，品位比我预估的还高。这1车银矿石能炼出10两银子，1天能挖10车，就是100两。赵叔，之前是我眼瞎，你别说2成，4成都值。不用4成，2成就够。能拿多少该拿多少，我心里有谱。石头哥，张少爷叫你赵叔，他可是省城张家的人，你听听，赵叔。被人叫叔有什么好高兴的？你不懂，这是牌面，牌面。石头，矿上的事儿稳了，你还打算进山吗？当然得进。矿归矿，但山里的有些东西比矿值钱，人参、灵芝、水晶这些东西。矿场挖不出来，只有我能找到。
累计山珍价值突破10万元。解锁全新功能深层探测，可扫描地下10尺以内的矿脉结构与珍贵埋藏物。地下10指，以前我只能看地表的东西，现在能看地下了。你是说，你现在能看到地底下埋着什么？包括矿脉的真正走向，包括古人埋在地底下的东西。找到了，在这里埋过东西。谁？埋啥了？不知道，挖出来看。这不是普通的矿图，这是以前清朝官矿的勘探图，标注了整片青牛岭山脉17条矿脉的位置。是假吗？拿着这个图，青牛岭还有5条矿脉，谁都不知道。张百万以为他只分给了我2成干股，他不知道，加上这张图，青牛岭的1半都是我的。石头，你有这张图可以自己开矿，为什么还跟张百万合作？因为这个。那是啥？古矿图上标注了17条矿脉之外，还有一个红圈。红圈的位置在仙人洞下方30丈，图上写着2个字：金沙。金沙？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仙人洞下面有金矿？不是金矿，是金沙。河床底下的金沙，应该是古人淘过金的地方，没淘干净就废弃了。陈大叔，仙人洞的这件事儿，只有咱们3个知道。开工要等时机，必须等银矿的事彻底消停了。石头，你这个矿1个月炼出来的银子，比我另外2个矿加起来都多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连废矿道里都能挖出矿，运气好。我有个提议，把你那2成干股转成张家矿业的正式股份，给你一个副总的位置，月薪1000块，你负责勘探，整个张家矿业的勘探都归你。副总的位置我不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一个独立的勘探公司，挂张家的名，但我自己经营。我帮张家找矿脉，找到1条，分2成利润。你连张家副总都不当，要自己开公司，你图啥？现在钱不是首要，我要自己说了算。赵石头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县城都出名了？张百万那个脾气，换了谁都不敢跟他谈条件。你倒好，副总不当，要自己开勘测公司。你也觉得我疯了？我没觉得你疯。你送给许作伴的那株参王，我爹每次说起来都心疼。他说，那株参分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野山参。我送出去了，没觉得心疼。我用参王换了更有价值的东西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觉得你没疯。疯的人只知道要，不知道给。你要了2成干股，给了许作伴1株参王，给了张百万1张矿图。你给的每一样东西都没有白费。你看什么？小何，我以后还会找到更好的东西，你等着看就行。找到了，就在这儿，河床下3尺，有大量的金沙。金沙，真的是金沙！够了，今天先到这里，这个地方不要常来。
1个月来一次，一次不能超过半天，不能让任何人发现。石头哥，这1两金沙换多少钱？大概150元，够咱们3个人1年开销了。嘿嘿，那我以后是不是可以吃肉了？每顿都吃？不行，顿顿吃肉，全村人都知道你有钱了。赵叔，出事了！矿主局派了2个督察员下来，说咱们的银矿申报产量和实际产量对不上，要疯狂调查。申报产量是谁报的？我爹报的，他少报了4成，想少交税。少报产量叫逃税，这是掉脑袋的罪。你爹他不知道。督察员现在在哪儿？在矿上，还有半个时辰就到。带路。张百万，你这矿上个月的申报产量是300两白银，但矿工工钱账上，工人每天平均挖10车矿，1车矿出10两银子，1个月就是3000两。你报的300两差了10倍。2位大人，少报产量不是张东家的意思，是我的意思。矿脉刚开，前3个月出矿量不稳定，我建议先按预估量申报，等产量稳定了再补报价额。这是我的勘探报告。你的意思是不是故意少报，是产量还不稳定？对，而且从下个月开始，我们会补报全部的价额，并补缴税款和滞纳金，这是补缴计划书。既然有补缴计划，那就按计划来。下个月会有人来复核，如果产量没达到3000两，再封矿不迟。石头，那2份报告你什么时候做的？3天前，我猜到你会少报产量，所以我提前准备了说辞和补缴方案。这次多亏你了，以后少干亏心事。我能救你1次，救不了第2次。这里一只动物都没有，不正常。这是硫磺味儿，前面可能有硫磺矿。这是地热，这底下有温泉。温泉水常年冲刷岩石，水里又有害的矿物质，动物不喝这种水。朱砂，朱砂，这可是比银矿还值钱的东西，1两朱砂能换10两白银。洞里还有。这矿在嘉靖年间就被人发现过，开了一段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废弃了。嘉靖是啥？一座被忘掉的朱砂矿，几百年没人碰过，现在它归我们了。我爷爷的爷爷说过，咱们这一带山里藏着朱砂，找了200年没找到。石头哥，你怎么找到的？运气好罢了。朱砂矿的位置，除了咱们5个，没人知道。银矿那边有张家扛着，用不着咱们操心。朱砂矿咱们自己开，反正小规模，5个人够。每半个月出一批货，通过苏家药材行卖到省城药铺。朱砂是安神定惊的药材，需求量大，价格稳定。石头哥，这破庙的佛像底下，怕是比县城钱庄还值钱，所以更不能让人知道。老乡，这附近哪里有村子？我们迷路了。只有跑长途的骡子才定铁掌，那2个人不是好东西。骡子定铁掌，腰里别长刀，大概率是跑路的土匪。
往前10里有个村子，村里有县衙派来的护验，你们可以去那儿借宿。多谢，我们改走别的路。马三刀被抓了，不代表山里就太平了。他们一倒，别的山头的人会过来抢地盘。现在我们得把所有的事情加快，一刻也耽误不得。明天我就去苏家。天啊，这是上等朱砂，纯度这么高的朱砂，省城药铺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了。能卖多少钱？1两朱砂，省城药铺收80块钱，你这个纯度最少能卖100。你这一小袋差不多3两，就是300块钱。我每个月能出10斤。10斤可是100两啊！一年能弄来1200两朱砂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省城最大朱砂商的年出货量也就200斤，你一个人占了1半还多。所以我需要一个稳定出货渠道，不能走散货，不能走拍卖行，得走药铺。那就走我苏家。苏家做药材40年，省城所有的药铺都跟我们有往来，但有一条，朱砂是管制药材，每一笔交易都要登记。你能保证来路经得起查吗？经得起。矿有凭条，朱砂矿的凭条我3个月内办下来。那3个月你办不下来呢？不用担心，我可以先用灵芝抵押。你还有这种东西？天底下的山珍都被你占了。苏家帮我走朱砂货，无论事情成与不成，灵芝都半价卖给苏家，这样你们怎么都不亏。你是在保护朱砂矿，用灵芝先顶着3个月，等朱砂的凭条下来再出货，这样万一出事，丢的只是灵芝，朱砂矿还完好。苏小姐说的对，你每次来苏家都带着一样能让我爹震惊的东西：铁皮石斛、参王、灵芝、朱砂。你下次还准备带什么？龙肝凤胆吗？没那么夸张，顶多是金沙。你真的有金沙？开玩笑的。石头，你要是有一天发了大财，成了省城的头面人物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，没有你的帮助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那就好。累计山珍价值突破20万元，解锁全新功能全景俯瞰，可切换至鸟瞰视表，观察半径50里内的所有资源分布与人员活动。全景俯瞰，有意思。最大范围50里吗？啥50里？这座山方圆50里，矿脉、药材、猎物、水源，现在全都在我脑子里。石头哥，你说咱们以后会有多少钱？不知道。不知道是多少？多到不用数，数也数不过来。那咱算不算发财了？这么规则的空间，绝对不是天然形成的，有人在里面藏了东西。周围都是石头，只有这里是泥，应该就在这儿。挖！这是后来埋下的石头，用石头垒出一个空间，里面藏着东西。咱们直接挖开。还有封门，里面要么是空的，要么密封了数百年没开过。开了它。赵青山，嘉靖年间的矿监，老辈人说的，青牛岭最早的矿就是他开的。据传他晚年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，被人追杀，后来莫名失踪。矿监死在这里，还被埋在山基上。那这些东西恐怕是他随身物品。是青牛山矿脉计较，嘉靖43年录。青牛山银脉17道，金脉2道，铜脉3道，铁脉5道，
水晶脉1道，朱砂脉2道，总计29道矿脉。金脉位置如下。这是赵青山的矿脉纪要，29条矿脉的完整记录，比古矿图多了12条。12条，12条没人真知道的矿脉，那得值多少钱？不知道值多少钱，但是这件事短时间内不能让4个人知道，否则必定大难临头。第1条金脉在青牛岭主峰西侧，第2条金脉在仙人洞东北方向5里，也就咱们发现朱砂矿的山谷对面。2条金脉，加上银脉、铜脉、铁脉、水星、朱砂，这整座山脉从头到脚都是矿。这山上长的不是树，都是钱啊！别高兴太早，我怀疑赵青山的死就是跟知道的太多有关。知道29条矿脉位置的人都活不了。谁杀的他？纪要里没写，但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啥？无罪有罪的？石头，赵青山知道29条矿脉的位置，所以他被人追杀。这本纪要现在落在你的手里，你也知道了29条矿脉的位置。这本纪要不能放在我这里。原版纪要我会找一个没人能找到的地方藏起来，抄本放在这里当备用。咱们以后开矿只用抄本，原版作为证据留着。证据？什么证据？证明青牛岭29条矿脉在200年前就被人发现了的证据。如果有人想抢矿脉，我有这份纪要，就能证明矿脉的发现权在我手里。这个位置只有你我知道，如果我出了事，你就来这儿拿东西。石头哥，你说啥呢？什么出事不出事的？以防万一嘛，你一定要记住位置。石头，这是第1条银脉上个月的分红，为了答谢，按3成干股算的。你数数。你连数都不数？你张百万是什么人，我心里有数，信得过你。省里那边来消息了，咱们的青牛岭矿区被评为全省模范矿场，许作办要亲自来视察，你准备一下，他想见你。见我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你一个采药的找到银脉，抓了马三刀，搞定督察员。圈里都说你是个奇人，许作办想带人亲眼看看你是不是有3头6臂。带人？赵叔，许作办这次来还带了一个人，省城矿业月报的主笔。你要是能在月报上留个名字，以后全省开矿的人都知道你。月报的主笔叫什么？姓钱，他笔杆子很硬，谁也看不上。你要是能让他写你，就算出了名了。赵石头，我听人说你以前是个傻子。是。哦，那你这个傻子是怎么变成勘探专家的？被逼的。300斤粮食的债压在身上，要是不变聪明，就得被送去下矿坑。赵先生，月报的读者都是矿界同行，你有什么经验想分享吗？经验没有，只有一句话：事在人为。青牛岭的银矿在这里躺了200年，没人发现。不是我比前人聪明，是我走得比前人深入。这句话好，比那些场面话实在的多。赵石头，你的凭条只批了银矿，但我听说你在山里还找到了别的东西。山里东西多了，许大人指的是哪一种？有些东西凭条上不写，不代表我不知道，你自己把好度就行。赵石头，我今天单独见你是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
你反应太慢了，张百万要举报你。张百万昨天来找我说你在矿区账目上做了手脚，私吞了矿款。他还带来了一份你签过字的账本，我看了一眼账本上显示你拿到的分红比他多。那本账本是假的，我从来没签过那样的账本。我知道是假的，张百万的比密鉴定师我认识，他的手段我清楚。但问题不在这儿，问题是你还跟不跟张百万合作？许作办为什么要告诉我？因为我欠你的人情还没还完。上次你送的那株参王治好了我家老太太的哮喘，老太太念叨了一整年，说哪天要把那个送参年轻人请到家里吃饭。张百万告我的事，我能自己处理，但有件事我想先问清楚：如果我跟张百万拆了伙，我的银矿凭条还在不在？凭条是你的名字，张家是合作方，不是矿主。你什么时候拆伙，什么时候就是唯一矿主。明白了，多谢。张百万，有人用我的名字做了一本假账，递到了矿工局。这本假账上有我的签名，签名很可能是从别的地方磨过来的。石头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不是怀疑，是确认。我用的都是劣质墨水，签名在纸上会脱墨。假账上的签名用的是省城铺子的成品墨，一点油渍都没有。我懒得继续追究，但拆伙是一定的。银矿凭条是我的名字，从现在起银矿归我一个人，你的设备和工人可以撤走，我重新招人。分红账目算到今天，多退少补。赵石头，没有我张大袜，你一个采药的能开矿？你敢过河拆桥？说我过河拆桥，难道不是你先推我下河？张百万，咱们这几个月赚了多少钱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知道青牛岭不止一条引脉，你知道我能找到更多的矿，所以你怕我做大，你想先用假账把我搞下去，然后独占所有的矿脉，对吧？现在这个矿区是我的，你们没资格继续留在这里。张世杰，送你爹回去。赵老板，张家的工钱结到今天，明天我们还来吗？当然来，从明天起，矿场改名叫青牛岭赵记矿场，所有矿工留下来，加1成工钱。石头哥，张家撤了设备，咱们怎么开工？光靠手啊！去买新设备，张家搬走了，咱们买比他们更好的风吹。买设备要钱啊，咱们有那么多吗？不是还有金沙吗？攒了2个月了，够买。对呀，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？现在所有的矿脉都在我的脑子里，没了张家，我便是鱼入大海，飞鸟上青天，再也不受束缚了。赵石头，你上报纸了，矿业月报还是头版。文章写得不错。你都上报纸了哎，结果就说这2个字啊？上报纸不是目的。省城的人看了这篇文章，会来找我探矿、合作、买矿买图。文章里说我踩遍了青牛岭每一块石头，这句话等于告诉所有人，这座山还有别的矿。你是说，钱主笔在帮你打广告？他欠我个人情，用这种方式还了。你到底有多少人情？不多，但每一份都管用。品相不错，河床金沙不是矿金，含金量大概6成。这一袋大概3两重，值30两银子。给我开个户，全部存进去。你存金沙的时候都不紧张了？习惯了。别人1个月
存几十块钱的工资，你一个月存半袋金沙，还说自己习惯了。等着吧，说不定以后存的东西更多呢。赵叔，我来跟你说件事儿。说。我爸做的事儿是他自己做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不知道他做了假账，我要是知道的话，一定会阻止他的。你来找我，是你爹的意思还是你自己的意思？我自己的意思。我跟我爹吵了一架，他说你不识抬举，我说他能找到矿是因为你，他不信。你如果真想跟我干，就留在矿上，从矿工做起。张少爷当矿工，你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明天卯时，矿洞口集合，工钱1天2斤白面，管2顿饭，跟所有人一样。赵叔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铜矿品位不低，但矿脉太散，不适合大规模开采。那就白跑了一趟。没白跑。孔雀矿，铜矿的半生矿，这玩意儿当宝石卖，比铜值钱。碎料的孔雀矿不值什么钱，但如果有大块的完整晶体，省城的玉石商人会抢着要。就光是这块石头，至少值600块钱。哥，你看，这里还有字迹呢。赵青山督造铜矿第3脉，嘉靖44年3月。果然，这个铜矿赵青山几百年前他就发现了，但没来得及开采就死了。石头哥，这个赵青山跟你是不是有亲戚关系？怎么他找的好东西，最后全落到你手里了？你俩还都姓赵？怎么可能？他写了一本纪要，我在几百年后捡到了那本纪要，按着他画的图找到了他的矿。这不算亲戚，大概算传承吧。方师傅，你看了半天，到底卖不卖？你别吵，这块孔雀石是天然晶冻出来的，纹路是一层一层的曲线，没有断口。这种品相的，我10年才见一次。我出600块，800块，我800块。这块不卖，我要送省城宝石展，展出之后卖出的价格比你们现在出的价高5倍。你还信不信我？信，但展出的署名写青牛岭赵记矿场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还会给自己打广告了？行，署名照你的写。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生命之律。你每次让我看新东西，我都以为是极限了，然后你又拿出了更大的东西。这块孔雀石是铜矿的半生品，铜矿本身没孔雀石值钱，但因为有了孔雀石，铜矿也有了名气。所以你参加展会不是为了卖图片4，是为了让全省的人知道青牛岭除了银矿，还有更值钱的东西。苏小姐，你太聪明了，跟你说话很省事。我爹说让我来省城参加展会，顺便考察一下省城的药材行情。考察的怎么样？还没开始，看石头看了半天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？石头哥，我发现个可有意思的玩意儿。我先走了。苏小姐咋一见我就走了？我也没得罪她呀。
你来的可真是时候。这都是咋了？这峡谷像是地震震出来的，石壁上的裂口都是新的，不超过50年。是山体滑坡把土全掀掉了，底下的石层才露出来。里面有东西，快看，还有紫色的石头。这是宝石吗？紫水晶啊，天然的紫水晶。这一洞子的水晶，拿去省城玉石铺，少说值几千块大洋。这里面有东西，好像包着一颗石头。发现天然水晶包裹体，内容物未明，深度探测无法穿透，建议实物切开检验。系统都看不清里面是什么，到底应不应该切开？陈大叔，您帮我拿个主意，要不要赌一赌水晶里面包裹的东西？赌？水晶本身已经够值钱了，里面的东西是天头，没有价值也不亏。那还等什么？咱们赶紧搬出去，砸开里面看看，到底是什么？找到了，这是机械石，这是刚玉，鸽血红，颜色这么深的刚玉，省城玉石师傅做界面按克拉算钱。这块不透明，但颜色顶级，哪怕就这样放架子上摆着，照样是天价。那能值多少钱？就那一个界面大小的，保守估计10万块钱。这么大的，要是送到省城宝石展，那就是得按100万来拍卖。别想了，咱们不能卖，必须留着当底牌。上次孔雀石上了宝石展，全省都知道了青牛岭。这颗鸽血红要是曝光，所有人都会来云雾峰。等咱们把这座山的底全摸清了再说。水晶分开卖，卖给玉元斋方师傅。石头哥，你说这山底下到底还埋着多少好东西？赵青山的矿脉纪要写了29条，咱们现在才开了不到10条，剩下的都在山肚子里。对了，明天进青牛岭最深处，那儿也有好东西，不亚于上次的灵芝。我靠，真的假的？那会是啥呀？现在还不知道，所以明天咱们要到现场去看。发现野生松茸菌群，面积约1亩，品质特级，预估产量200斤以上，山珍价值4颗星。松茸，足有1亩地的松茸，这玩意儿我认识，省城酒楼收，1斤能卖到15块钱，200斤就是3000块。15块是普通松茸，这种老松林里长出来的，菌盖没开散的，1斤至少50块，200斤就是1万块。石头哥，前面好像有人。你就是赵石头？你是谁？马老六，马三刀是我哥。别紧张，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。我哥是我哥，我是我。他占山为王的时候，我就跟他分家了。那你来青牛岭做什么？打猎。西山那边野猪成灾，我们是来帮村里清野猪的。松茸我们不碰，你们采你们的。赵石头，山里有座老矿井，你知不知道？仙人洞往西5里，嘉靖年间挖的。我听说你在找矿，那个井里好像有你想要的东西。他的话能信？不能全信。但老矿井的位置我在纪要上确实看到过，井口被乱石堵了，我一直没去过。那咱们去不去？先把松茸采完，绝不能让这些宝贝烂在地里。深得很，少说20丈。
这不是矿井，是矿工走的暗道。他们用这个井把矿石运出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嘉靖年的矿工挖这个干嘛？躲矿税。朝廷按井口收税，多开一个井口多交一份税。他们从主矿道底下挖暗道运矿，井口只留1、2个报税的。这是啥？金矿？不是金矿，是黄铁矿。看着像金，其实不值钱。但黄铁矿旁边经常伴生真金。是真金，有嵌在石头里的真金。发现原生金矿脉，位置青牛岭主峰下方45丈，预估储量大型，品位极高。附注：此矿脉与地表金沙河床相连，为同一矿脉系统的深铺延伸。这是暗河金矿的上游，暗河底下淘的是被水冲下来的零碎金子。这里是矿脉本体，金子在石头里，还没被水冲散。那这里的金子比暗河底下多多少？多100倍，但开采难度也大100倍。井太深，矿道太窄，一次只能下来2个人，大规模开采不现实。先封存，等暗河金矿开完了再动这里。贪多嚼不烂。石头哥，这井下还有没有别的东西？有，地底下60丈的地方有一个石室，下去看看。这块石板太沉了，少说1000斤。这是个机关，需要钥匙一把弯月形的东西塞进去才能开。吾乃赵青山之兄赵青松，镇守此山矿脉。嘉靖44年矿坠之争，青松携矿脉全图避祸于此。石室内藏镇山剑1柄，火油1罐，矿脉全图1卷。持玉璧入此室者为赵家后人，此物归你。若非赵家后人，请将矿图送回山外。误是老山空脉，赵青松绝笔。留书之人是赵青山的哥哥，他们兄弟俩，一个在山上修木，一个在山下守矿。矿脉全图呢？青牛岭一共33条矿脉，赵青山只记录了29条，他弟弟不知道另外4条，他哥知道。多了4条矿脉，1条铁矿，1条水晶，1条青金石，1条砚石。青金石是啥？蓝色的石头，磨成粉是古代画家用的颜料，比金子还贵。整块的青金石做首饰摆件，省城玉石铺一块能卖到上千块。砚石呢？做砚台的石头，文人用的，一放好砚台好几10块钱。青牛岭的砚石如果品相好，又是一条财路。这罐油是干啥用的？这是猛火油，古代矿工用来照明和烧石开矿。赵青松在地下存了1罐，留着给他弟弟，他弟弟没来取。这罐油能烧好几天，矿井深处没有光的地方，靠它了。顶级青金石，这种成色，省城颜料铺能卖到1两石头换10块钱。1两石头换10块钱，听起来也没多少啊。没多少，要知道这里的青金石构成所有画师用100年，光守着这条矿脉，就足以一辈子吃喝不愁了。这就是羊皮卷上记录的砚石，而且是老坑砚石，磨出来的墨不质不腐，写出来的字方100年不褪色。那就挖呗。生如铜，色如墨，质如玉，3种全占了。
这一股的砚石够开一个砚台铺子，传承3代。石头哥，天阴了，是不是要下雨？要来暴雨了，快回矿上！紧急情报，暴雨将引发山体东侧泥石流，泥石流路径上有一处被掩埋的古栈道遗迹，泥石流过后栈道将暴露。栈道尽头连接英哲仙悬崖底部，悬崖底部有未知矿脉信号，建议暴雨过后立即前往。暴雨过后，东边会露出一条古栈道出来，栈道通向鹰泽县底，咱们去那儿看看。鹰泽县底，那里人迹罕至，怎么会有栈道通向那里？不清楚，但那里一定有极品的宝贝。青牛秘藏，赵青松兄弟俩留的，看字迹应该不是。羊皮地图和机要上压根没做标记。是滨州石，世界上最通透的矿石。这是古代魔镜片用的顶级材料。有人在赵细松之前就发现这个洞了。古代能做镜片的矿石只有2种，水晶和滨州石。水晶镜片模糊，滨州石镜片清楚。石头哥，这墙上被人镶了一块玉。这是阳之级的滨州石，玉是2个，这个是温的，只要是温的，就是冰签石里的极品。脚下，群山合计矿脉111条，青牛岭33，云雾峰31，黑松林22，鹰泽涧25。111条。你这辈子的时间全用来开矿也开不完啊！开不完，但是我有儿子，还有孙子，子子孙孙无穷尽矣。那这张图上画的100多条矿脉，全归咱们了。现在说这话还早，但青牛岭的矿脉够开几十年。云雾峰和黑松林还有鹰山沟暂时都留着，以后再说。今天只带走冰川石和方料，别的先不动。洞的位置我记住了。这几天咱们连续出了3趟山，山洞里出了紫水晶，松林出了200斤松茸，还有其他的林林种种，数不胜数。这些收益加在一起，矿场这个月的纯利破了50万。50万啊！去年这时候咱们还在破庙里喝面糊糊呢。这50万不是靠我一个人。陈大叔从第1趟就没有下过山，狗剩从第3支山鸡就没有离过队。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功臣，这杯酒我先干了。干了！这免费发的袄子，比我年轻时候娶媳妇穿的那件还厚实。铁柱哥，你手又肿了，明天休息1天吧。不碍事儿，矿上忙，少一个人少出好几车矿。石头哥，你又在想啥？讲1年前，咱们从山上滚下来那天，浑身泥巴，滴露着3只山鸡，你摔在草丛里满脸土，还咧嘴笑。那会儿我们连饭都吃不饱，谁能想到有现在的光景？明天我去一趟省城，有点事情要办。这个时候去省城干嘛？你是不是要去找苏小荷？平时蠢的要死，这时候倒是挺机灵的。小何等了我很长时间，是时候给人家一个交代了。这是鸽血红，刚玉里最顶级的颜色，你在哪儿弄到的？青牛岭紫水晶洞，
原生包裹体，不是河床里冲出来。原生的，那矿脉还在？在，但产量极少，只有这1颗。你又找到新东西了？上次是孔雀石，这次是鸽血红，下次是什么？天上的星星吗？天上的星星摘不下来，但地上的石头我能挖。我爹说你现在是省城炙手可热的矿主，到处有人在问他，苏家的药材行跟青牛岭赵记矿场什么关系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合作关系。对了，要不要对外放出消息，你手里有鸽血红原石？这颗不卖，挖出来的时候就没打算卖，那你留着干嘛？留着换一样东西。换什么？换你。一块石头就想换我，你出价太低了。那再加1块地。青牛岭山脚下，我买了1块地，准备盖房子。后面有个园子，能种药材，黄芪、石斛、天麻，你想种什么都行。园子需要人浇水，我天天在矿上，顾不上。家里需要一个女主人。赵石头，你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多久吗？现在我知道了。石头哥，你这园子比苏家后花园还大，你打算种多少药材？能种多少种多少。黄芪、石斛、天麻、当归，山上有的，园子里都得有。石斛喜阴，墙根这里日照最少，最合适。黄芪种中间，要晒太阳。天麻种槐树底下，要树荫。你连图纸都没看，就把园子规划好了？我在脑子里规划了好久，从你第一次说要在山脚盖房子那天就开始了。这就是你抓第1只山鸡的地方。第1只山鸡换了半袋棒子面，第2只、第3只换了第1袋白面。后来就有了石斛、灵芝、人参、银矿、朱砂、金矿、鸽血红，但最早的东西是在这里换的。这是我给你绣的荷包，不许弄丢了。肯定不会丢，我打算在枕头底下，每天晚上压着睡。房子什么时候盖好2个月。 2个月后，园子里的石斛该开花了。到时候咱们就结婚。青牛岭已完成全境勘察，是否开启新地图？还有新地图？累计山珍价值537万元，已探明矿脉33条，矿场矿工320位，关联产业苏家药材坊、御苑斋、汇丰银号、百味楼。可选区域：云雾峰、黑松林、鹰愁间。你刚才在看什么？看山。这座山底下还有多少好东西没挖出来？够你挖一辈子吗？够，不止1辈子，够3辈子。石头哥，苏小姐，村里李婶说晚饭做好了，让你们下山吃饭，猪肉炖粉条，管够。狗剩，你说云雾峰的山鸡比鹰嘴崖的肥吗？不知道，要不咱们明天去抓，顺便看看那里有什么好东西。通知下去，明天6点，村口集合，咱们去云雾峰那一片瞧瞧。好嘞。